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我现在人在泰国南部的哈亚这边，我们现在准备要开着最新的 Nissan Kicks 从泰国回去马来西亚。但熟悉泰国跟马来西亚边界的朋友都知道，如果我们从哈亚 Airport 这边开回去Bukit Kayu Hitam，大概是60公里。但我们这一次不要走那条路，我们要走的是小路，所以我们要从这边去到我没有去过的北大年巴达尼，然后再去从亚拉、从 Betong 就是霹雳州的北部那边。回到去这个马来西亚的边界 这个 Nissan Kicks 已经在马来西亚市场发布，它的售价是从113,800块到123,000左右。那跟一般传统的 conventional hybrid 不同的是，这个 Nissan Kicks 呢，它是一个 range extender 增程车，但它跟一般需要 plug in 的增程车不同的是，它是不需要 plug in 的，因为它那个 1.2L 的引擎就充当它的发电机，所以它是一台自带发电机、自带充电桩、自带充电器的一个，不可以叫混合动力，因为混合动力就是那个引擎也可以驱动轮轴，电动马达也可以驱动轮轴，它是 100% 由 electric motor、100% 由电动马达所驱动的一台车子，所以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因为这一次的挑战就是我们要用一箱油、一缸油 one tank。走646公里，从这边途经一大堆小路，再去到泰国的很多府、马来西亚的很多州，再去到 KL One Tank Challenge 啦。那我原先以为我们要开回马来西亚的 Nissan Kicks 是马来西亚车牌，马来西亚注册的，结果它是泰国的。然后因为泰国这边有泰国自己的文字所以通常来到马来西亚的泰国车，他们都要另外自己再贴一个就是 alphabet 的啦，英文字母车牌，然后BKK 啦，注册 Bangkok 嘛，因为你下面是泰文字。Nissan Kicks 是一个 B segment SUV， 你从外观上可能看不出它的行李箱空间其实是蛮大的。这个是一个 luggage， 来，我们看第二个 luggage 可不可以下？这个比较大。这样子看，你看可以放2个这样大的 luggage，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个的 luggage， 可以3个 luggage 就是这样子，可以关吗？会顶到吗 ？OK， 收工。其实每次看到这个 Nissan Kicks 的车尾它都会让我想起，可能是 Nissan Juke 或者是 Nissan Murano， 不知道，总之就是这个蛮特别的一个样子，因为我们一般上，我们已经长期习惯看 Nissan 的 SUV， 就想到是 Nissan X-Trail 这样子的车型。在出发的前一天呢，我们都受邀到 Nissan Motor Thailand 的工厂参观，这边有 Plant 1和 Plant 2。Plant 1接下来会处理车身部件的组装，而所有的汽车组装将会转移到 Plant 2。也就是说 Nissan Motor Thailand 将会继续在这边生产 Almera、Navara、Terra 和 Kicks 这4款车型。当然这一次的焦点是在 Nissan Kicks e-Power 的电池包组装区。Alright， 那我们刚才已经离开了Songkhla，进入了这个应该是亚拉，然后我才发现到手机直接没有 Line、Cellcom， 不是没有 data， 还是直接没有Telco了我怎样设小几次都不能。然后我就想起那一天我到了 Bangkok 之后，我买Cellcom roaming 的时候就有特别注明，因为我买的是那个3天的，因为我只是3天而已嘛。它就有注明说泰南3府，就是这个亚拉、那拉迪瓦跟巴达尼是不可以用 Cellcom 的 roaming 的。然后我那时候不懂什么意思，我以为不能用 roaming 就是没有 line 而已嘛，结果是没有，直接没有 line 连打电话都不能那种如果不是因为这个Nissan主办这个活动，我们不太可能自己来到这个地方旅行啦。因为如果你是北上泰国，你去 Krabi、Phuket， 通常你都会直接过了 Kayu Hitam， 然后你就直接往北走，你不会特地跑来这边。只是对于这个住在 border 的，可能霹雳州或者是格兰丹的人会经常过来这个地方啦。一般上我们从中马或者南马上来的，我们通常会忽略掉这个地方。在这边跟大家简短科普一下呢，在泰国这3个府呢，它的 Muslim population 穆斯林人口是占85% 以上，佛教徒大概是10到20%。那相比较Songkhla可能大家去到哈亚、去到 Phuket、Krabi 都会看到很多的这个穆斯林。不过以Songkhla来讲呢，其实穆斯林占了30% 左右，所以这3个地方呢，北大年、陶公府跟亚拉呢，它的 Muslim population 是大概80到90% 的，这跟我们过去熟悉的泰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一般人来旅行，特别是华人，可能他们比较会碰曼谷啦、清迈啦、北部啦这些地方，所以这个北大年呢，真是我第一次来啦。当然我不确定我下一次如果我自己来，我其实会来这个地方，因为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曾经被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其中一个地带，因为边境啊，它会有分离组织策划一些活动啊，然后整个治安方面，对泰国人来讲，对住在中部北部的泰国人来讲，这个地方都是他们很少会涉足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啦。所以也是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来这边 stay 来这边旅行，我们只是借过这个北大年，等下我们就去到雅拉，再回到马来西亚这样子。Alright， 那这是我第一次在公路上正式试驾 Nissan Kicks， 因为我之前那个是有 camouflage 的伪装车。那我们现在就是往这巴达尼的方向，我还在往东边啊，东南方啊，还没有转了一些往南下的方向。所以这台车子它的卖点就是它虽然有一个 1.2 litre 的引擎，但这个引擎它不连接车轴，所以很多人会容易理解的会叫它 hybrid， 但我觉得它其实不是 hybrid， 因为 hybrid 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它可以用引擎驱动轮轴，它也可以用电池跟电动马达驱动轮轴，可是它没有 ，right？ 它是 100% electric motor driven， 所以它这个引擎基本上就是一个 charger， 帮助电池去充电，所以你叫它是一个电动车吗？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完全的电动车。那你说它要像 PHEV 这样子去充电吗？它也不需要，因为在网上很多人会把它拿来跟一些增程车比。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你还是需要 plug in 的啦，那个就很麻烦了，因为你又要打油，你又要充电，所以那些车子可能账面上跟你讲可以走900，可以走1000多好了，他跟你讲可以走2000多好了，它都是建立在它必须要 fully charge， 它必须要 full tank 才能够做得到。可是这个 Nissan Kicks 啊，它跟你讲它可以做到那些1个 liter 可以走19， 1个 liter 可以走20，它都是建立在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打油 ，right？ 是的，我们现在方向已经往雅拉的方向。那雅拉也就是一部分在哥打的 border， 一部分就是对着 Perak， 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路往南下，我们要朝着 Malaysia 的方向前进。那这台 Nissan Kicks 啊，就像我上一支 video 介绍到，它的强项就是在这个速域，大概60到80、60到90，它可以 handle 到非常的好，你完全不会察觉到它是有一具引擎在前面，而且你可以主动把它推去变成这个所谓的 EV mode 啦，把你走快就不能了啦，加速。那 Range Extender 的好处就是呢，他们能够控制这个 engine 的 RPM， 让它维持在一个最 efficient 最有效率的一个 RPM， 而不是无节制的一直去拉到4000、5000、6000，因为它不用连接车轴，它只需要应付那个 inverter， 然后再将 inverter 将能量转换成电去充电池，电池再走去它的电动马达。这样讲很复杂，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你就是踩油吧，踩油，你就踩油，那个动力就来了。当然你知道吗？当你的时速越来越高的时候呢，你就会听到风声，然后整台车子的一些怎么讲没有那么完美的地方就会慢慢暴露出来吧。我们刚才从这个哈亚一路开到这边，现在是1个 liter 18.7啊，这不 City Drive 啊，这个 almost 是怎么讲大道 Drive 了啊，是1个 liter 18.7，我觉得 OK 了。这个地方叫嘎多啊，剪刀啊，嘎多，然后往左走就是去贝东，往右走就是一个叫班米瓦的地方。恕小弟孤陋寡闻啊，这是我第一次看过这样子的一种加油站的方式，它就是在一个 junction 一个路口，然后就放一个加油站，它更像是一个充电桩这样子的，给大家去补油。Alright， 我们现在雅拉的山区里面，跟马来西亚只是隔一座山，所以我身后还是哪里翻过一座山就到马来西亚的这个应该是霹雳州啦。所以现在就在这个希拉 Cafe
有一个 break 之后，我们就要前往 Betong， 然后在 Betong 吃完午餐之后，我们就 cross custom 去到霹雳州，应该那个地方叫本嘎兰呼噜。那虽然泰国跟马来西亚只有一山之隔啦，但是我们这几天在这边，无论是住的旅馆还是去的这些咖啡厅等等，你可以看到它的 interior design。I mean exterior design， 它的室内设计，它用了很多木，然后它整个设计风格，而且很干净啊，干净而且不只是清洁卫生上的干净，它的 design 也很干净，所以你去到很多地方呢，都会很有欧洲的风格这样子啦。这一点我就是做到比马来西亚好，而且整个你知道吗？餐厅服务态度等等都是马来西亚应该要去学习的地方啦。你看，在一个这么荒郊野外山卡拉的餐厅的厕所都可以做到这么干净，真的，我觉得这边的厕所啊，看它的这个洗手盆啊，你看厕所这边啊，写一段泰文，然后一段英文，然后一段马来文，就跟你讲，不要在里面洗脚 ，Don't wash feet。So 短暂的在这个希拉咖啡逗留了之后，我们就要前往下一个目的地。那因为这个行程是很 pack 啊，非常的赶，所以我们就继续的走马看花。Alright， 经过了一段延绵不绝的山路之后，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Betong 雾洞。来到这边就真的很像回到马来西亚啦，因为路上的车都是马来西亚车，然后整个多中文告示牌啊，然后很多路子的设计等等，而且你也可以遇到这边很多马来西亚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吃个午餐，就准备要离开泰国回去马来西亚呀。OK， 我们刚才已经过了泰国的安检，然后下一步就是要去到马来西亚的 Custom， 但是因为 Custom 里面一般上都不能拍照的嘛，所以在这边过关的经验就跟这个在 Bukit Kayu 那边差不多一样，就是我们人先下车，人先过人的 Custom 之后，然后再代买那个车的 document。然后给他们看了之后，等下再过的时候，人再坐在车里面测一次。说我们现在就是开车要离开泰国的 custom， 进入马来西亚的 custom。然后这边中间还是会有一个叫什么过渡区。那这边就是这个 border 了，所以这边是泰国，然后往前走，这个就是马来西亚，这边有 Perak 的这个州徽跟州旗。这个碑啊，看起来蛮新的，好像才刚做不久这样吧？有没有霹雳州的人可以告诉我这个地方到底做了多久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ajlis Keselamatan Negara， 这个就是比较老的石碑，这个是还写在马来亚的哈，不是马来西亚，马来亚 Thailand border。我相信这个也是蛮有历史的一个石碑。我是不会读泰文啊，不过据我所知，这个牌写的就是泰国最南端的地方，泰国最南部的地方就是在这边，所以刚才我在下面拍嘛，对面就是 Perak。Alright， 我们现在就离开了 Bukit Berapit 的多，这边就是 Perak， 霹雳州北部。那回到马来西亚最大的感觉就是那个马路啊，感觉上马路的那个状态跟在泰国有很大的不同。过了 custom 之后，就有一个警察车在前面帮我们开路，或者帮我们带路，但我们不确定他会带我们带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就是在怡保，但是我们 before 去怡保之前，我们要经过一个叫 Lengong Majlis Daerah Bengkalan Hulu。我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啦，所以这是一个小镇，这是霹雳州跟泰国的边境，所以这边就有写说从 Custom 进来，在这边有什么景点像有 Hot Spring 啊，有什么 Bukit Sejuk 啦。So like I say， 今天更像是一个旅游节目，而不是试车节目啦，因为试车我们过后会再试，所以我们现在在前往怡保的半路，我们就经过了一个叫Dataran Tasik Raban 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Nissan Kicks 的 Kickstart Fun Adventure 给大家知道，从泰国的 Betong 一路下来怡保，如果走小路不要走 highway 很无聊的嘛，
走小路沿途会有什么风景，沿途可以经过什么景点。如果你是准备要 road trip 的，你可以尝试走这一条路线。我觉得风景算是可能你叫不快啦，不过有很多东西可以看这样子。我刚才走一下，忽然间发现到，这边居然有一间华小，这个是 SJKC 开办启明国民型华文小学。哇哦，这边居然有华小。然后从这个外观看得出，它好像是一个微型华小这样子。这个是非常 Malaysia 的一个东西。厕所5毛，冲凉2块，低数5毛钱。那作为一个在马来西亚边境城市长大的人啊，我对于马来西亚的边境，在 before 我入行之前，其实我就一直游走在很多，不是游走了，我就一直很喜欢去很多国家的 border， 去体验不同的生活这样子。因为有时候，你可以透过它这样一面镜子这样子啊，你可以从泰国当作是一面镜子反射到马来西亚，你可以把马来西亚当成是一面镜子，可以看到泰国他们在虽然在气候、文化、地理上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大家各自怎么活，大家各自怎么生活，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因为你生活在这边国土，然后你知道我们不是主要族群嘛，所以我们对于文化上、宗教上、语言上又会有自己的一个看法。我们不是主流的马来西亚人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现在雨越下越大，我们准备要启程去到怡保 ，Let's go！ Right。Good morning。那第一天早上呢，我们就从 Bangkok 铜锣的酒店check out， 然后第二天就昨天早上我们从 Hat-Yai 的 Signature Hotel 出发回来 Malaysia， 然后第3天早上呢，我们就来到了怡保的 Weil Hotel WEIL， 其实就是 LIEW Topeng 啦。然后今天的行程就是我们会在怡保的 Old Town。早上这段时间进行一个很短的 City Walk、City Tour， 因为不要忘记这个 trip 主要不只是 Malaysia media， 还有泰国媒体跟菲律宾的媒体，它算是一个 Southeast Asia Drive Nissan Kicks Fun Adventure。So 我们就要做一些游客做的事情，就是外国友人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参与者，就跟大家一起去探索怡保这个地方。坦白讲，我来过怡保这么多次啊，这应该是还是我第一次。用走的方式走过来这个旧街场这边，因为通常你知道啦，我们马来西亚那边会走路啊，我们都是开车的嘛。其实走这边的感觉不错啦，因为现在早上9点多，也不会说太热，然后那个感觉好像在外国这样啦。这样讲起来好奇怪吧？那感觉真的是很大的不同啦。这一间就是 Old Town White Coffee Experience Center。中午12点15分，我们已经到了乌鲁布朗的 Petronas R&R， 然后这边有一个 Charger， 还有 Starbucks。我们会在 Starbucks 逗留一个15分钟，就接着开下去 KL， 下一个目的地就是这个 Petronas Twin Tower。Alright， so歡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又係時候講拜拜，我們就來到了 Nissan Kicks Fun Adventure 的最後一站，就是過了Jalan Tutado之後的 Shell 油站，我們要來這邊打油、加油、添油。那因為這個是泰國註冊的車牌啊，所以在馬來西亞外國車是不能夠打 RON 95，就必須要打 RON 97。然後這個 RON 97現在是3塊4毛3 per liter。為什麼它是拿 V Power 啊？對，97是 V Power 來的，37.78 litre 用了129塊5毛9。因為通常這樣的所謂 challenge 啊，我們到最後都是看誰用的油比較少，誰泵的這個 litre 比較少。當然，影片的最後還是要再次感謝大家花時間收看今天這支影片，因為坦白說，這整個 trip 都是走馬看花，真的沒有太多時間能夠停下來好好的跟車子相處，所以 this is all I can do. Yep,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